真的很认真的想抢那张票，不是抢着玩的，就是很想抢，一定要抢的。加这场主要是为了再抢一次。众所周知，知名歌手华晨宇因为抢到自己演唱会的门票怒删微博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华晨宇抢票拢共分几步？定个闹钟，在抢票的前1分钟，那个数字刚跳转到抢票时间的时候就赶快点。但是我点进去之后提交不了，然后我再退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啊，所有的票价都选不了，都显示售罄。我有一点失落，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期头号人物华晨宇。你好像对四面舞台这个还是蛮情有独钟的。我第一次开四面台好像是有2-3年前吧。因为我的音乐其实大部分都是互动，比较偏很嗨的那种，所以四面台是可以让我在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观众，然后而且观众也看到我任何一个角度。对我来说，演唱会是一个聚会，每年的一次的聚会，一个最大的一个 party。票价这个事情，我其实从来没想过要怎么改，因为就是聚会，对，大家回家就好了，演唱会的时候，就是每年都有一个环节，就是你弹大家来唱的那个环节，对，那个环节其实非常非常好玩。对，我第一次他们大合唱是唱了卡西莫多的礼物，然后我本来想可能他们唱几句吧，我就开始唱，结果听着，我在弹的时候，我竟然听醉了，就是我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好听，所以以至于后面每一年我都很想有一首歌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去完成。我6年前我出道的时候，我自己写的第一首歌是 Why Nobody Fights， 那个歌只有一句旋律，一句歌词。然后当时我写的时候，我是幻想我有一天能够在一个体育场里面去唱这首歌。但是我觉得我去年在鸟巢开了，我觉得我完成了我的梦想，整个鸟巢都在回想着这首 Why Nobody Fights 这个歌。但是你的歌真的很考验歌迷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上一次是烟火里的尘埃，对，因为我也会考虑到歌曲的那个难度系数，所以我每次到了很难唱的部分，我可以帮他们唱，我会让他们唱一些很简单的部分的。对，但是你有发现他们其实现在歌唱水平有提高？当然，如果他们经常练我的歌，他们一定水平会提高的。知道为什么越唱越好？是因为怕你吐槽。唱错了，我一定还是会嫌弃的。你们现场1万多人，遭到了我一个人无情的嫌弃。今天准备好要合唱哪一首歌？是一首新歌，是我专门写的一首歌，大家可以提前听到，提前练习，因为这个歌大家一定很练习，因为这个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。但是好唱的歌吗？非常好唱，非常非常好唱。真的对假的？就你再没有听完这首歌，你就一定会唱了。今年算是新世界吧，我想让新世界的第1年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歌曲，我想重新再来写一个感觉的歌。在一些音乐节目上开始尝试不同的音乐的风格，这个创作会作为一个先锋音乐人来说的话，会继续试验它。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代，它的音乐已经很融合。因为我之前有一首歌就用了雷鬼，就是至上50，对，至上50，我当时就用了雷鬼，还有摇滚，然后还有一些电子元素都结合在一起。我想我最大的能力，有种天赋叫个劲，只是对手的威力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如我宠爱的发明，攻克典型的音乐成一击，这里的精神系口气。我现在主要还是在听古典，因为古典乐还是我觉得还是最不一样的。就是虽然我们把它统称为古典，但是古典乐里面其实分很多很多种风格，而这些风格都能映射到现在当下流行音乐里面。所以在听古典听多了之后，你会对那个音乐的美感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，会更深入一些。推荐一首最近的自己的歌，会推荐哪一首歌？自己的歌吗？对啊。我还没发表一首歌叫《降临》，但是我去年演唱会上也唱过这个歌。那个《降临》那个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它是应该说是
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古典音乐的元素融合在一起。对，会在演唱会的时候唱这首歌啊，一定会唱，一定会唱。对。你知道在 B 站里面大家都去你唱高音的部分就膜拜你吗？在那个弹幕里面啊，真的？对啊，我在 B 站很少看自己，我觉得我看自己有点怪怪的。替他们问句，就是高音的诀窍到底是什么？高音啊，其实高音一定最重要的是气息，就是你要练气息。可以测试一下自己，就比如说拿一张那个纸巾，一张纸，然后放在嘴边，然后就轻轻的吹它那个纸在这里，它就轻轻的飘一点点就好了。如果说你的气息能吹一张纸巾吹到30-40秒的话，其实差不多你应该，那就证明你的气息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。然后你再开始练习演唱，丹田的气息和胸腔、头腔，就是它要全部运用在一起。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学会敢于喊，对，你要先尝试喊，然后再把它给收回来，变成唱。如果经常破音，应该怎么解决？破音啊，少唱闭口音，因为闭口音容易破音。对，就是闭口音，就是指的是一之类的，就是一的高音很容易破，啊的话就会，如果你打的足够开的话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破。如果你啊破音了，那就一定是你当时声带闭合的，所以你啊才会啊破音啊。你现在就是闭的，还是闭的？对，你是闭着唱的啊，这是闭的，这是闭的。怎么才是开的？啊，哇，对。这是开的，你们的这是 B 的。OK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你是经常上 B 站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经常用，因为我很宅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二次元动漫的人，那必然会用到。我最近在看的是JoJo。是吧？JoJo，我刚把前2季看完，我该看第3季了，《灵能100%》的第2季。哦啊，对吧？但你知道有一些动漫它是比较讲一些，就是女生喜欢看那种比较少女动漫，情情爱爱的那个我可能就看一下也不打，也不变身，也没有超能力，算了。比如说哪一类动漫，或者是哪个 UP 主之类的，会蹲到你几率高一些？哦，那应该蹲不到我的，我通常看完我就再不看了。对，除非这个番它是不更新完的，就是它一直没有完结。就是我可能会，因为它一直不完结，但我每一个星期我只能看1集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太麻烦了。我等1年到2年，然后之后它可能至少更了有100多集，然后我再开始看。你像很有名的那个海贼王之类的，就是它现在都出到了应该有800-900集了吧，差不多。然后我就会，比如他出500集的时候，我把它看了500集，我就等2年，等2年之后，等他出了600多集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从第1集看，好，一次性看到600多集，然后看完之后，我就会再等2年，等他出了700多集的时候，我再从第1集看到700多集。看到700多集之后，我就会再从头再看一遍，就是这样。就海贼王里面，你最喜欢的是谁？海贼王里面我喜欢人太多了。我喜欢主角路飞，然后还有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红发和那个红发香克斯，还有那个雷利。因为我觉得他们俩，第一他们俩很厉害，对，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他们2个人是很自由的，尤其雷利他很自由，就是他也不当海贼了，但是他活得很轻松很自如，然后自己又很厉害。第一个就是黑崎一护和漩涡鸣人，会选哪一个？鸣人吧。选鸣人啊。啊。好，做好准备。下一个说路飞、索隆和乔巴，会选哪一个？路飞、索隆、乔巴，路飞吧。路飞。好，下一个艾伦和兵长。那肯定是兵长啊。好，兵长哈。下一个说是娜美和露琪亚，还有这个神乐。神乐，对。我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根本就玩不了这个游戏。我发现了，这得看多少动漫才能接得上你这些问题啊。好了，这是第1轮选择，看看第2轮选择了。鸣人和路飞啊，路飞和兵长，路飞和神乐。哦，神乐赢了啊！为什么神乐最后胜出了啊？我太喜欢看银魂了，真的，我觉得银魂，那个银简直就是我
我梦想要成为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太喜欢他了啊！我觉得他太正面了，就是他有一种就是他很无敌的潇洒，然后他身边的人也被他影响到，很潇洒，然后但是他们又很讲道理，遇到事情是绝不退缩的那种。就你看似这个人他身上好像是一个满身都是毛病的人，但是他一定是一个最有担当的人。我觉得啊，华晨宇的动漫世界里面，神乐赢了路飞。那当然，神乐真的太好玩了，我很喜欢他。哎，那你会收藏一些，比如说这个手办或什么动漫的一些周边之类的？会啊，我家里面有一面墙是手办。这些。我有时候如果朋友来，我会把那面给遮起来，我有点害怕别人看到这些，就有点怪怪的感觉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爱好。水瓶座需要有自己的小世界。对对对对。又有一个新词儿叫做斯曼男，你听说过吗？斯曼男指的就是长得很像漫画的人嘛。对。实际上这样评价你有知道这个？啊，评价我吗？对呀。哦。是开心还是怎样？当然，我可喜欢卡通了。就是一些造型上面，我也会喜欢那种像卡通一样的那种动漫人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你就比如说我经常会留一些长头发这样，然后穿一些很收身的衣服啊，然后带一些饰品啊，都是感觉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很像一个动画人物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。会有想过我这演唱会的时候尝试一下这样的造型啊？当然有想过，我演唱会上可以尝试很多种感觉的造型。今年要试的，我明年也会要试的，明年我要试个厉害的。来了，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星座吗？我是为你量身定做。我想在你那里买一块地买什么地？我想买你的死心塌地。你们怎么又胖啊？因为我发现你们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。买什么地？我想买你的死心塌地。第三个还好，真的幸好我今年上过那个王牌对王牌，我真的被锻炼出来。你们怎么又胖了？我再看一遍。因为我发现你们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。可以了，我不要了，结束。